你好吗？这里是轻声慢读。在这个略显喧嚣的世界里，很高兴你能在这里停下来，和我一起度过一段安静的时光。今天想和大家一起分享的书，名字听起来就让人觉得心里一松。它叫做《借个院子过生活》，作者是何子。你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脑海里的第一个念头是什么？是今天还有多少工作没有完成？是又要赶那趟拥挤的地铁，还是那些永远回复不完的消息？生活在都市里，我们好像每一个人都被上紧了发条，走路急匆匆的，脸上越来越少有表情，内心有一种说不清楚的迷茫和疲倦。有没有觉得很熟悉？我想每一个曾经或者正在城市里拼搏的灵魂，都一定在某个疲惫至极的瞬间，在心里悄悄幻想过，如果能暂时抛下这一切，去一个有山有水的地方，找一个带院子的老房子，种花、喝茶、发呆，什么都不想，那该有多好。我们今天的主人公，这本书的作者何子，他就把这个许多人只敢在深夜里做一做的梦，变成了真实的现实。何子是一个生活在杭州的文化人，杭州已经是一座很美的城市了，但依然有着都市逃不开的快节奏与喧嚣。有一天，他做了一个决定，他去了徽州，在那个粉墙黛瓦、烟雨蒙蒙的江南深处，租下了一座有些破败的老院子。他不仅租下了它，还亲自动手，一点一滴地把它改造成了自己理想中的模样。然后他把自己在这个院子里的日子写成了这本《借个院子过生活》。其实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书名的时候，最打动我的是那个借字。为什么要用借呢？如果是买个院子，那是一种占有，是一种世俗意义上的资产累积，它带着一种坚硬的物质的属性。可是借这个字显得多么轻盈，多么谦卑。在这浩瀚的宇宙里，在漫长的时间长河中，我们人类不过是极其微小的过客。我们从来就不曾真正占有过什么土地，所有的房屋、院落，哪怕是我们脚下的这颗星球，对于短短几十年的生命来说，不过都是暂借的。我们在人世间走一遭，借用了一副躯壳，借用了一段时光，也借用了一方天地来安放我们的灵魂。当我们明白了这一点，对生活、对物质的执念就会瞬间放下很多。就像何子在书中所传递的那种心态，我不渴求永远占有这座100年的徽州老院，我只是在他漫长的生命里借了他几年的光阴，来圆一个诗意栖居的梦。那么这是一座怎样的院子呢？让我们跟着何子的文字一起走进徽州的深处。那是一个远离了城市霓虹的地方，高高的码头墙，斑驳的白墙黑瓦，青石板铺就的小巷，还有那些雕花的木窗棂。何子出进这座院子的时候，它即使是破败的、荒芜的、久无人居的老房子，总是透着一股时间的苍凉。院子里长满了杂草，木头上有岁月的虫蛀，角落里堆积着陈年的灰尘。可是何子没有退缩，他和朋友一起开始了漫长而琐碎的修缮，清理垃圾，修补漏雨的屋顶，打磨古老的木柱，在院子里重新种上绿植。修缮一座老房子的过程，其实很像是修补我们自己千疮百孔的内心。那些复杂的人际关系，那些对名利的追逐，就像院子里的杂草，越长越高，把内心原本的清明都遮挡住了。看着一个破败的空间，在自己的双手下慢慢恢复生机，变得整洁、温暖、透亮，那种成就感和治愈感，是任何金钱都买不到的。当院子终于修缮完毕，
当第一缕清晨的阳光穿过雕花木窗，洒在干净的八仙桌上，盒子的心也跟着彻底的亮堂了起来。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喝茶、写诗、晒太阳，在徽州的旧时光里慢慢的住下去，这就是他改造完院子之后真实的生活图景。听起来极其简单，可是这种简单恰恰是现在最难得到的奢侈品。让我们来想象一下，在徽州的这个院子里，一天是如何度过的。清晨叫醒你的不是让人心惊肉跳的闹钟，而是屋檐上清脆的鸟鸣。你可以静静地躺一会儿，看着阳光在帐子上一点一点地移动。推开门，走到院子里，空气里有植物混合着泥土的清香，是露水的味道。拿起一把竹扫帚，慢慢地扫地，沙沙沙，扫帚划过青石板的声音特别有节奏。在古代的修行人看来，扫地也是一种功课，把外在的落叶扫除，也是在扫除内心的烦恼。扫完地，生火烧水。在徽州，喝茶是一件极为日常又极其重要的事情。没有繁文缛节，就是一把老旧的紫砂壶，抓一把当地产的好茶，沸水冲下去，茶香瞬间弥漫了整个屋子。就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捧着茶杯，看着天上的云慢慢飘过去。在城市里，我们总觉得时间不够用，恨不得1分钟掰成2半来花。吃饭要快，走路要快，连看视频都要开2倍速。可是当我们快到连路边的花什么时候开了都不知道，连自己爱人的脸上什么时候多了一条皱纹都没察觉，我们真的得到更多了吗？盒子在书中有一句大意令我很触动的话：慢下来，灵魂才会跟得上。是啊，我们的脚步走得太快了，以至于把灵魂远远地落在了后面。我们每天带着一具疲惫的躯壳在奔波，心里却是空荡荡的。在徽州的院子里，盒子终于让自己的脚步停下来。他有时间去观察一朵花开的过程，去倾听一场秋雨敲打芭蕉的声音。到了下午，搬一张椅子坐在院子里晒太阳。阳光是公平的，它不会因为你是总裁还是平民就多给你或者少给你一份温暖。除了与自然相处，书中还描写了盒子与当地人的交往，那是另外一种久违的温暖。书里描述当地人的生活状态，说大家各自做着小营生，彼此尊重，不争不抢，把日子过得缓慢温和。缓慢温和这4个字是对理想人际关系多么美好的描述。在商业社会里，我们习惯了竞争，习惯了内卷，甚至连偶尔的交往也常常带着某种目的性。我们越来越害怕敞开心扉，越来越具有防御性。可是在徽州的小村落里，邻居大妈可能会在清晨给你端来一碗刚出锅的豆腐脑，路过的木匠师傅会顺手帮你修好一扇嘎吱作响的门。因为没有那么多利益冲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退回到了最原始最纯粹的乡里乡亲。你不需要伪装自己，可以素面朝天，穿着最宽松的棉布衣服，和街边的阿婆聊上半天家常。书中有一句让我印象深刻的感叹：城市彻夜不息，而在这里，夜晚是真正属于安静的。生活在城市里，我们已经很久没有体会过真正的黑夜了。城市的夜晚有一种近乎神经质的亢奋，我们在深夜刷着手机，越看越精神，越看越觉得空虚，最后陷入习惯性的失眠。可是在惠州的院子里，到了晚上8、9点钟，整个村子就安静下来了。那种安静不是死寂，而是你可以听到远处的蛙鸣，听到风吹过竹林的声音，甚至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天空中会有密密麻麻的星星，
像碎钻一样洒在黑色的天鹅绒上。在这样的夜里，人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困意，躺在老木床上，很快就能进入那种深沉的、毫无梦魇的睡眠。读到这里，我想暂停一下，说说自己的感受。这本书真正打动我的，其实不只是徽州，不只是那个院子本身，而是盒子用自己的行动提醒了我一件事，那种向往慢下来的心情，不需要等到有一天真的租到了院子才可以开始。我们很多人可能没有条件像他一样立刻抛下一切去远方，但这本书想传递的并不是一种生活样本让我们去复制，它更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一直都有却被日常磨损的几乎看不见的那种渴望。渴望安静，渴望缓慢，渴望做自己。真正的院子不在徽州，不在大理，也不在任何一个远方，它在我们愿意为自己留出的那一小片留白里。可以是下班后关掉手机，给自己泡的一杯热茶的10分钟，可以是周末清晨坐在阳台上看几盆自己种的植物在阳光下舒展的那一刻，甚至可以是通勤的地铁上戴着耳机闭着眼睛，像现在这样听完了一段安静的阅读。只要我们愿意在内心深处留出一块不被功利和焦虑侵占的空间，我们就已经是一个拥有院子的人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如果你也在这段文字里找到了一丝宁静，请不要忘记在日常的琐碎中多给自己一些微笑和宽容。愿你在这个略显匆忙的人间，总能借到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把日子过得缓慢、温和又充满诗意。如果喜欢今天的内容，欢迎点赞订阅，这将是我继续更新下去的动力。照顾好自己，我们下次再见。